台军以所谓防备解放军导弹袭击为借口，近年来不断强化主要空军基地的防御。最近，台空军规划将按照一机一库的政策，构建高抗炸系数防护机库，确保台军战力在战时得以发挥。岛内这一动作被媒体大泼冷水，认为台军再强大的机库，恐怕也无法抵御解放军的新型导弹。岛内舆论批评指台当局妄想以武拒统，加强台美军事勾连，实际已成为民进党的选举票房毒药。此次9合1选举，民进党的惨败就是明证。据台媒近日报道，台空军在2020年编列将近44亿元新台币，计划在台中清泉港机场建立36座抗炸机堡，号称可以让台军机在战时免遭轰炸影响，确保台军战力得以发挥。事实上，台湾空军防护机堡筹建案10年前就有规划，台空军现有300余座旧式机堡，计划换成抗炸机堡，但每座新型的抗炸机堡造价上亿，预算可能高达300亿元新台币。过去因预算吃紧，而且军方内部对加盖强化机堡能否进一步保存战力存有争议，因此台防务部门迟迟没有同意。近日，台军以加强防务为由，准备重新开始执行此计划。台防务部门的预算书显示，台空军未来将配合一机一库政策，逐步构建高抗炸指数的防护机库，确保台军战力在战时得以发挥。因此，编列近44亿元新台币，分为6个年度，新建9座4联机库堡、滑行道及其附属设施。台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黄志伟在台立法机构预算审查会上吹嘘称，该抗炸机堡具3300磅抗炸力，是针对反制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1500磅的弹头来设计，还号称是所谓的全球首创。我们找中科院的设施工程处，以及也是找了专家学者再评估一遍，那我们确定我们这个可以抵抗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不过，有民意代表立刻提出疑问：我们的威胁都是公司，他们是1500公斤的弹头，我们是用这个东西来做设计的。因为我们好像是第一个这样做，所以为什么你是参考什么？这个也很重要。有没有能力建设成抵抗东风导弹的机堡，没有人敢打包票。因此，台军方的首次招标以流标告终。我们知道现在的飞弹它其实穿透能力非常强，而且非常精准。现有的机堡当然过去没有考量到这个问题，现在要提高标准跟规格之后，必须要计算能够承受的深度或者是它的厚度，甚至于应用水泥或者各种比例的强度都要考量到。如果厂商没有把握能够达成的话，恐怕也会放弃。台军的抗炸机堡能否对抗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很快就有媒体向台军泼了一盆冷水。香港南华早报15号引用汉和防务评论的观点指出，解放军的弹道导弹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如今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以及终端红外成像制导系统，让他们能够打击任何强化的机库，并精准加以穿透。他称，再强大的台湾空军机库也被认为无法与解放军的新型弹道导弹相提并论。汉和防务评论以重4吨的东风12地对地短程战术导弹为例，指出它能装备燃料空气弹头，利用周遭空气内的氧来产生高温爆炸，以彻底摧毁目标。这些导弹的原机率误差不到1米，台湾在面对解放军时强化机库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南华早报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解放军已研制出一系列拥有不同打击能力，能攻击台军的近程导弹，所有弹头的命中误差都不到1米，从而极大提升了他们的打击威力。在加大以武拒统动作的同时，台当局还不忘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勾连。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2023国防授权法案，授权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援、军事贷款，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不过，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政府虽然表达感谢，但美国这一系列所谓礼包之后，接下来台湾需增兵、延长役期、买更多美国军事武器，更何况美国强塞的军援，甚至传出美国官员将直接进驻台当局，而这么听命美国指挥，这对民进党选举是票房毒药。
继民进党9合1选举惨败之后，18号国民党籍候选人黄敏惠在9合1选举的补选中，又大幅度击败民进党的对手，赢得嘉义市长选举，得以连任。民进党这次败选固然很多理由，但很关键的是两岸关系处理不好。主导民进党败选检讨小组的桃园市长郑文灿日前接受访问时直言，民进党两岸论述要做一些调整。前民进党台南县长苏焕智表示，赖清德为了胜选，有可能会调整两岸论述。投票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句口号已成蓝军利器，蔡政府现在收到美国送的大礼包，可能很难笑得出来。分析认为，民进党人现在很清楚，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只要一句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就可以压死绿营，再加上赖清德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背景，选举完全乐观不起来。抗中保台牌撞到上战场的恐惧，效力顿时烟消云散。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台军近来异动不断，一方面大建所谓抗炸机堡，一方面又在东岸部署反舰导弹，扬言要回应所谓大陆军舰威胁。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抗炸机堡有多抗炸呢？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看得一清二楚。再坚固的台湾空军机库也无法与解放军新型弹道导弹相提并论。按照大陆网友的热门表达，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那么在岛内东海岸部署反舰导弹，指令要威胁解放军的舰艇，甚至以此来意淫解放军航母编队出海任务，那么就更是不自量力的玩火动作。玩火的后果，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讲得很清楚，玩火者必自焚。今年日本机构选出的年度汉字是战，这当然是因应俄乌冲突的全球震荡，但是呢，台湾也偏有人在拿这个战字在说事儿。奥巴马时代的总统国安事务副助理，也是他的讲话操刀人，叫本罗兹，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发了一篇长文，他在文中就爆料说，随一个国会以及美国前官员团登台期间会晤了蔡省长，那么后者呢就直接告诉他，远看俄乌冲突两个最大启示：一要强化自身防卫，抵抗首先要靠自己；第二要寄望外部援助。那么这大概也是台防务部门对美国会最近通过所谓国防授权法案连称感谢支持的原因所在。但是呢，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分析，且不说这100亿美元到底从哪里出还是未定数，那么授权法案夹带的涉台附件条款，即便通过之后，也可能会成为行政部门的口袋条款。甚至这100亿美元的名目本身到底是军援，亦或是贷款乃至军购授信，也还有模糊的空间。更何况附件条款的解释与执行，包括一系列的前置设限条件，都由美国国务院拍板定夺，这其中的变数那就多了去了。蔡当局如果以此来意淫以美谋独，甚至幻想着要把台湾真的变成美媒炒作的所谓武器储备库，那可就给台湾同胞挖了最深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大坑了。纽约客最近一篇涉台长文提供了一个所谓推演场景，且不论美方军事介入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一旦美方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实质性的干预所谓的武统，那么两个全球性大国发生军事碰撞的话，甚至呢以美国现有的智能制导炸弹的储备也仅够2周之用。所以这就是美方必须要全力回避的一个最高的危局。那么这难道不是对蔡当局所谓武力对抗牌的一个当头棒喝吗？该醒醒了。好，请管瑶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12月18号，美日韩指责朝鲜当天试射中程弹道导弹，这是自上月18号朝鲜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日韩对朝鲜的又一次强烈谴责。值得关注的是，美韩表示将以所谓联防态势应对朝鲜发起任何挑衅的可能性。而近日成立的美国太空军驻韩部队直接瞄准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北面目标。朝鲜方面则在美日韩指责的同一天进行了重大试验，冲刺军事侦察卫星1号。韩国外交部随即在18号当天释放消息称，韩美韩日对朝代表分别举行电话会议，就应对朝鲜当天试射中程弹道导弹的方案进行讨论。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当天分别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正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举行电话会议，韩美对朝代表商定维持稳固的联防态势，彻底应对朝鲜发起任何挑衅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月13号，美日韩三方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朝核问题首席代表磋商时，就保持联合防卫态势，加强安全合作，并进一步加大对朝威慑力度达成一致。分析指出，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以后，在外交领域做出了不少调整，不仅拉近了与美国的关系，还放弃了文在寅政府时期对朝鲜相对温和的政策，开始不断示强，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也越来越多。面对挑衅，朝鲜选择以牙还牙，半岛局势或将再次升级。对此，中方呼吁要保持克制。美国呀，它是一个双重标准。你比如说，他把自己和韩国和日本搞这个军事演习啊，他不说成是对这个人家朝鲜的威胁，他们说我们这是自卫。那你的自卫里边包括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包括毁灭性的这个进攻性的打击，那你这不是对朝鲜的威胁吗？所以你美国这种双重标准就使得朝鲜不信任他，所以恐怕这种谈判将来还得靠多方，因为必须得有中间人呐，你没有中间人，那朝鲜他根本不信任美国呀。据韩联社14号报道称，驻韩美军在韩国京畿道乌山空军基地举行了美国太空军驻韩部队成立仪式。驻韩美国太空军是美国太空军在本土之外第3支分队。仪式上还公布了驻韩美国太空军部队标识，由美国太空军军种舰型标识轮廓，下方驻韩美国太空部队字样。舰型轮廓内代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的白线、星空和箭头组成，对朝鲜的针对性可见一斑。据驻韩美军方面称，驻韩美军太空部队将向美韩军队指挥官提供太空规划、太空相关知识和依托太空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并执行与区域导弹预警、卫星定位系统和卫星通讯相关的任务。而驻韩美国太空军部队将可能重点执行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朝鲜各类弹道导弹的预警任务，有望在朝鲜半岛提供近实时的监视与预警能力。驻韩美军太空部队首任指挥官由约书亚·麦考利安中校担任。他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使驻韩太空军部队提高其在朝鲜半岛的太空作战能力。麦考利安称，在北面77公里及所谓韩朝军事分界线面临着真正的威胁，但这是一个必须压制的威胁，必要时必须与之对抗，而太空作战能有志于遏制敌人的威慑，增强陆海空网等领域的作战能力。美国军方还在仪式上再次宣扬了美韩同盟的统一威慑力。按照美军的计划，先期在韩国部署一支较小规模的太空军分队，6个月后通过任务分析再进一步确定其规模。而韩国空军12月初也在乌山基地成立了一个太空作战综合部队，可能在未来与驻韩美太空军进行进一步合作。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透露，朝鲜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在东仓里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先后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飞行约500公里。韩美日3国都对此发出了强烈谴责。但另一方面，朝中社周一披露称，周日进行的是有关侦察卫星的重大试验。那您怎么看朝韩双方看似矛盾的表述呢？是的，同迪，朝韩双方的各执一词，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实就是韩国联参本部说，北方邻居打了2发中程弹道导弹；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说自己打的是2发卫星载荷试验舰。这其实就回到了那个经典的问题：弹道导弹跟运载火箭有什么区别？严格意义上讲，导弹的本质就是火箭，导弹的载荷是具有杀伤力的战斗部，火箭的载荷可以是卫星，也可以是飞船。所以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各自发射的目标不同。2枚火箭采取了高仰角发射的弹道。什么叫高仰角发射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射的抛物线上升段非常陡峭，火箭燃料消耗完之后会落在距离发射地点不远的地方。这种发射方式追求上升高度，而不追求地理意义上的抛物线射程。根据朝鲜方面披露的信息来看，这2次发射是将试验卫星打入500公里的高空，模拟真实太空环境，以此测试卫星摄影以及这个数据传输系统和地面管制系统的能力。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群位于5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组网运行。
是的，所以我倾向于朝鲜方面确实是在进行某种卫星试验。根据朝方披露的信息来看，这种卫星具备太空光学遥感能力，包括多频谱照相能力，应该是一种兼备情报侦察与民用遥感用途的光学侦察卫星。大家也不必去纠结这种卫星究竟是军用还是民用。理论上讲，它的用途主要取决于它所拍摄的卫星照片是送入军事情报部门的研判室，还是送入防灾减灾部门的研判室。实际上，军事侦察卫星早就被列入朝鲜国防发展5年计划5大核心任务。所谓时间敏感目标，是指这个东西昨天还不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就出现了，也许明天又消失了。这类目标往往具备战略价值。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朝鲜这么做也是在对冲美国太空军在驻韩美军司令部开设海外分部的战略举措。美军在有意识地增加朝鲜半岛的卫星侦察资源，为的就是进一步掌握朝鲜境内的时间敏感目标动向，比如说朝鲜火星炮兵的机动发射车，比如说朝鲜领导人外出视察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2月15号上午，朝鲜在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了第一个140吨级推力的大功率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指导试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最新进展呢？我认真看了一下朝中社的通稿，里面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此次重大实验为另一个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定的科技保证。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朝鲜劳动党在8大会议上提出了国防发展5年计划5大核心任务。居5大核心任务之首的，便是射程更远的洲际导弹、超大型核弹头、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洲际弹道导弹。140吨级推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就明白了。2015年9月25号，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的第一款固体运载火箭长征1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4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轨道。长征11号的固体燃料发动机的起飞推力大约是120吨。倘若朝鲜方面公布的数据没有太多水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朝鲜在火箭推进剂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跟一位长期关注朝鲜国防科技发展的朋友聊到此事，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这款固发真有这个技术实力，那么朝鲜很可能正在研制一款比东风41还要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呢，我采访国内一位火箭专家时，他曾描述，液体导弹发射车队简直就是山区里的一条车龙，敌人的卫星一眼就能看到。话说回来，朝鲜这几年在弹道导弹技术领域真的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展。在深受国际制裁、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国家还能以有限的资源取得这些关键性技术的突破，确实值得国际社会思考。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美国出于傲慢的无条件施压契合，催生了朝鲜不顾一切的追逐先进导弹技术的局面。如果这个僵局无法打破，那么朝鲜半岛很可能会在未来某一个时刻迎来所谓的摊牌时刻。这个时刻可能是美国先发制人的采取武力摧毁朝鲜的核武器、导弹研发设施，也完全可能是朝鲜以又一次技惊四座的核试验，宣告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容侵犯的强悍姿态。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华盛顿邮报援引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报告披露，俄精锐部队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战损过高，7成军被毁。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3年访问白俄罗斯，被外界解读为想要开辟新战线。而乌克兰方面则不断要求北约方面为其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拜登也在敲定这一计划是否可行，一旦获批，俄乌冲突势必再次升级。
俄媒消息称，俄总统普京19号访问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并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两国总统按计划讨论了安全问题，并讨论共同应对新挑战的措施。双方会谈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外界披露，希望避免直接军事介入俄乌冲突。他表示不打算向普京承诺派兵。有分析认为，卢卡申科似乎在采取防御措施，但白俄已允许俄军利用其领土作为集结地。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10月被调往白俄罗斯的军队将进行营级战术演习，在演习结束后，还将对部队作战能力和战备状态进行评估。目前尚不清楚演习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普京此次访问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助理阿斯列托维奇17号表示，白俄罗斯在短期内不会参与俄乌冲突，但可能向俄提供军事装备和弹药。他认为此次俄白总统会晤不会做出对乌威胁特别大的决定。乌军方发言人科瓦利丘克少将18号表示，乌军正在做准备应对从白俄罗斯方向发动进攻的俄军。他认为进攻或在明年2月开始。乌军正在一些地段埋设地雷，加强防御。但是白俄罗斯它其实它的立场就是我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能力去支援这个俄罗斯，但是呢，我避免自己的直接的参战，那么更多的就是人员的一个介入这一点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在各个方面可能相对来讲是有求于这个白俄罗斯的，但是白俄罗斯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保持的一种相对谨慎的这种这个实质的这种态度北约援乌的各种防空系统目前已陆续到位。英国国防部近日还向乌克兰交付硫磺12型高精度导弹，并发布了该型导弹从英国运往乌克兰的视频。但乌方并不满足，仍不断要求北约为其提供爱国者系统。CNN 援引白宫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敲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计划。该计划一旦获得批准对外公布，爱国者防空系统将在几天内迅速发货。乌军人将在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接受使用这些系统的培训，这将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先进武器系统之一。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可能标志着局势升级。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此前曾发出警告，如果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和工作人员，那么将立刻成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合法目标。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回应称，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随着整个局势的这个发展，就是乌克兰的抵抗的这种信心和这种能力越来越得到了证明。俄罗斯相应的采取了一种守势的这样的措施，也使得这个美国和北约的相关的国家觉得更有信心要进一步的采取行动。那么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格局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说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一个结果肯定是会进一步加剧现在这一地区的一个紧张的状态未必可能带给乌克兰的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防御的这种效果，它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俄罗斯的一个报复。俄乌冲突将欧洲拖入深渊，比如高昂的能源价格已迫使法国各地企业大量倒闭，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日前大批示威者在巴黎市中心游行，他们挥舞着法国国旗，手举横幅和标语牌，上面写着“法国必须退出北约”。示威者谴责对乌军援，呼吁马克龙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还要求法国政府停止对俄实施的制裁措施。事实上，为军援乌克兰，北约多个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土耳其退役海军少将库特鲁克就直指，这些购买武器装备的钱大多流入了美国的口袋，美国是俄乌冲突最大的受益者。With this war, now Mr. Biden and Mr. Blinken have managed to bring NATO together and let them decide that Russia will be re-recognized as new threat against which all defense expenditures will be renewed and increased. Production are coming from the US, therefore those money will be going to the US. At least 3/4 of them will be going to the US. Therefore, the Americans are happy about this. 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
普京周一飞抵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西方媒体都在炒作俄罗斯再度升级对乌军事行动，甚至白俄罗斯全面介入的可能性。那您对此有何预判呢？这是俄罗斯总统时隔3年多再访白俄罗斯，那么这次访问相当不一般，尤其呢在俄对乌军事行动正在陷入新的僵局之际，确实呢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而且我们从时点来看，上周五宣布此访行程的当天，普京还前往俄国防部对乌军事行动指挥中心视察。那么就在本月初，俄防长绍伊古也闪电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防长签署了双边防务协议。那么尽管协议的内容至今没有对外公布，但是绍伊古此行是不是要为普京突访打前站做安排呢？所以就此而言，普京这次访问白俄罗斯的信号意义非常强烈。我个人认为，普京此访最大焦点就是2个核心追问。其一，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其二，白俄罗斯会不会直接出兵，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到俄乌冲突？那么对这2个问题，至少在舆论造势上，乌克兰方面已有预判，或者至少是在引导塑造这样的一个公众预期上。那么泽连斯基昨晚在视频讲话中就宣称说，乌克兰正在积极应对各种国防场景，捍卫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2国的边疆是我们的长期优先项，是所谓 our constant priority。那么至于乌军高层表态喊话，那么就更加直白了。乌联军司令叫纳耶夫，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言之凿凿，俄白元首明斯克会谈一定会聚焦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那么白俄军队一定会参与到陆上的对乌作战。而乌军高级将领瓦列里扎努日尼上周更是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宣称说，俄罗斯已经重整20万军队，有可能会从东部、南部乃至从白俄罗斯方向再度发动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攻势，不排除会再攻基辅。那么扎鲁日尼给出的时点预判是，最快会在明年元月，那么更大的可能是在明年春天。那以您对这2个焦点追问如何预判呢？如果乌克兰的预判成为现实，在我看来，无论对升级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或者是苦苦支撑多方求援的乌克兰，乃至以更大的力度实质卷入到军事冲突的白俄罗斯，恐怕会是3输的结局。也就是说，在冲突已经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战损与代价，而且呢外溢影响仍然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继续不惜代价升级冲突，不可能打出赢家。所以冲突方更应该做的是及时止损，是为冲突寻找政治解决的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刚刚和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莫迪此前在上合峰会期间和他会面时，曾经当面直称，现在的时代早不是战争的时代了。那么这句话上个月写进了巴厘岛 G20 峰会的宣言，这被视作印度重大外交成就之一。一定程度上，这呢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俄乌冲突已经打了10个月，马上就要跨年，现在态势很清楚，俄罗斯彻底击倒或美西方全力支持的乌克兰，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宣称无意在俄罗斯进行全面军事动员。《纽约时报》爆料俄乌冲突内幕的最新调查长文，披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作战细节。美国情报追踪到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计划上俄乌前线，但是呢，向乌方特别封锁了这一情报，因为美方担心乌军的贸然行动会升级对抗，甚至会引爆俄美的直接冲突。但是呢，后来乌方还是拿到了情报，在得知乌方有意发动袭击之后，美方曾经试图出手阻止，也是基于战争升级的担忧。所以我对乌总统乃至乌军高级将领所谓再攻基辅的这个预警是这么看的。那么这更像是乌方要求美西方加码军援的一个舆论战的工具。事实上呢，昨晚泽连斯基的视频讲话也再次呼吁外部军援乌克兰防空系统了。而美西方媒体这2天也都在密集报道，美军援乌爱国者导弹系统很可能几天内就会到位。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12月18号晚，2022卡塔尔世界杯在全世界球迷的欢呼声中圆满落幕。卢塞尔球场精彩的闭幕式，让卡塔尔作为成功举办世界杯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再入史册，同时也宣告了西方政治势力拿所谓人权问题，企图将体育政治化的又一次破产。
沙特队在小组赛中击败阿根廷队，爆出了最大的冷门。日本队、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都杀入了16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爆料称，一位消息人士曾告诉该媒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在18号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开赛前分享有关和平的信息，但被国际足联拒绝。报道称，基辅当时对国际足联的反应非常惊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随后声称，即便国际足联决定不播放该视频，乌方也会独立发布。事实上，西方一直试图把本届世界杯变成一个最具争议的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赴卡塔尔观看美国队对威尔士队的揭幕战时，还不忘在人权问题上给东道主以口头抨击。在与日本队比赛前，德国队集体捂嘴，比利时、荷兰、英格兰、丹麦等球队则通过一些小动作表达对卡塔尔的侮辱。随着比赛的展开，上述行为遭到了舆论越来越多的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近日明确表示，反对体育掺杂政治元素。我们正在捍卫世界杯上每个人的权利。足球粉丝和数十亿电视观众只想看90分钟或120分钟的电视节目，不需要想任何事情。乔治敦大学卡塔尔分校副教授赖彻说，卡塔尔利用足球克服了小国的默默无闻，使其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有影响力。报道提到，卡塔尔刚刚摆脱了由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对该国为期5年的外交和交通封锁，而世界杯开始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去捧场。